我重生成巨蟒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从路边强行拐来一条小母蛇，美美的体验了一把蛇类繁衍的快感。然而3秒之后，我就彻底慌了，只因我发现眼前这条看似普通的小母蛇，其实竟是统领龙族10万水军的女帝转世。而此时，这条小母蛇正蜷缩在角落，舔舐着身上因我粗暴动作而留下的伤口，它那双冰冷的蛇瞳中里写满了怨毒。本宫可是堂堂龙族女帝，没想到虎落平阳被犬欺，竟被这没开货的畜生糟蹋了。等本宫恢复修为，定要将你抽筋扒皮碎尸万段。小母蛇虽然没有张嘴，但我却能清晰地听到它心中的咆哮。我整条蛇当场就愣住了，没想到这小母蛇也是一名重生者，而且还是龙族女帝这种逆天级别的大佬。一想到刚才那见不得蛇的交往过程，我就不由得脊背发凉。这女帝现在肯定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，若是真让她恢复了修为，恐怕我随时就要变成一条死蛇干了。正当我想着要不要趁她没有她命时，一道冰冷的机械音突然在我脑子里炸开。好蛇有好报系统绑定成功，核心能力解锁100倍返还，规则要求给予绑定对象好处，自身即可获得最高100倍奖励。绑定对象白月光，原龙族女帝，当前状态重伤濒死。听到这我心里乐开了花，果然穿越者必备的金手指虽迟但到。紧接着我猛地扭头看向洞口蜷着的白月光，此刻他在我的眼中瞬间变了样。什么催命符都是浮云，这分明是个稀世珍宝啊！白月光正好对上我的目光，身子下意识的剧烈抖动了一下。这时我庞大的身躯径直朝着洞口爬去。白月光见状，心里顿时掀起惊涛骇浪。这小子又想干嘛？难道还没折腾够？他前世身为龙族女帝，很清楚蛇族的本性。若是再让我再来第2次，那他宁愿现在就咬舌自尽。只见他眼里闪过一道决绝的光，明显已经做好跟我拼命的准备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我压根没看他一眼，直接越过他朝着山林深处走去。他心里那点想法我听得明明白白。蛇性本淫这话没毛病，但我上一世可是个单身30年的纯情处男，第一次也是和他一起。况且严格来讲，刚才那档子是压根不是我的本意，因为那时候我意识都还没完全清醒。我一边在林子里飞快穿梭，一边拼命融合着脑海里的记忆。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赶紧提升修为，争取早点蜕成人形，摆脱这身躯壳。等我再次出现在洞口时，嘴里已经叼满了猎物。见我回来，白月光本能的把身体缩成一团。他刚才也试着逃跑过，可身上的伤实在太重，连动一下都费劲。看见那堆血淋淋的食物后，白月光喉咙动了动，使劲咽了下口水。但碍于女帝的面子，他依旧高昂着头颅不吃嗟来之食。我本来还想再逗逗他，但转念一想，还是算了。要是真把这棵摇钱树给饿死，那我就亏大发了。于是我直接咬着棕熊甩到他面前，尾巴却不经意间擦过他的身体。他浑身一颤，鳞片都竖了起来，嘴里却还硬撑着冷哼。这小妞嘴上骂我，身体倒是很诚实。但此时她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就算她是不可一世的龙族女帝，照样扛不住生物求生的本能。罢了，本宫就勉为其难尝一口，等我恢复修为了，再跟这孽畜算账。随即白月光不再矜持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就撕开了棕熊厚实的皮。听到他心里这些话，我脸当场就黑了。吃我的喝我的，脑子里还琢磨着怎么扒我的皮。要不是系统绑定了这根金大腿，我早脚底抹油跑路，让你自己在这儿等死了。没过多久，我脑子里就跟放鞭炮似的，噼里啪啦响起一串提示音。获得100倍返还奖励热吸感知。叮，恭喜宿主获得100倍返还奖励超级嗅觉。叮，恭喜宿主获得100倍返还奖励绞杀之力。我赶紧调出系统面板查看，好家伙，上面已经有10几种实用神通了。我心里忍不住感叹，不愧是修仙大佬，只是吃了一头棕熊，给我带来的收益就如此恐怖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又咬回了一头麋鹿，再次甩到白月光跟前。这时候他正埋头消化肚子里的食物，身体肉眼可见的恢复着。看见我又扔来一只猎物，他也来者不拒，张嘴就撕。悦耳的系统提示音不断在我脑海中炸开，我乐得嘴都合不拢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躺赢吗？接下来一连3天，我天天跟打了鸡血似的往外跑，方圆100里的野兽算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一个都逃不出我的魔爪。捕回来的大半猎物都进了白月光的胃里，他身上的鳞片越来越亮，体型也在逐渐增大，没用几天都快赶上我了。甚至从他身上我能隐隐感觉到一股子强者威压正在往外冒。但白月光恢复的越快，我就越是兴奋，因为真正捡大便宜的人是我。如今我已经获得了近100个神通，比3天前强了不知多少倍。我大笑一声，把刚抓到的猎物再次甩到白月光面前，然后迫不及待想看这次又能捞着什么好处。叮，检测到绑定对象白月光的情绪变化，亲密度加1，神通合成功能开启。提示：亲密度越高，返还的奖励越丰厚，若亲密度归0，绑定关系立马解散。听完我愣了愣，再看系统面板，不光多了亲密度这一栏，还多了个逆天的神通合成功能。我想都没想，直接把这几天团的返品神通都融合了。合成成功，恭喜获得灵品神通龙威出现。下一秒，我这10几丈的蛇身开始快速膨胀，鳞片开合间发出金铁交鸣的声响，身躯比之前粗壮了整整1圈。感受到体内爆炸般的力量变化后，我心里暗喜，随即化作一道流光朝不远处的小山攻去。一声巨响，撞击声响彻云霄后，那座坚硬的小山竟然被我撞出一个大窟窿。与此同时，溶洞内白月光总算恢复了一些修为。贼老天，就算你机关算尽，想让我龙族彻底完蛋，但那又怎样？
我白月光还不是活下来了？就在这时，一声巨响轰然传来，白月光呼吸一紧，他以为是追兵到了这里，于是浑身肌肉瞬间紧绷，已经做好了死战的准备。谁知刚一抬头，就看见一条银白色巨蟒盘在碎石堆上，浑身散发着恐怖气息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刚才那声惊天动地的动静，居然是这条银蛇搞出来的，这破坏力都快赶上灵种了。我明明记得这小子就是条凡种，怎么3天不见就脱胎换骨了？白月光仔细一瞧，目光落在了我额头处刚长出的肉角上。原来如此，竟然有稀薄的龙族血脉，怪不得进化的这么快。不过这代表不了什么，先让你得意几天，等本宫重新修成功法，分分钟把你甩得远远的。想到这，白月光心里一阵发愁，毕竟想重修功法哪有那么容易，还得搞到妖族内丹才行。以他现在的修为，实在有点难办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他这些小心思全被我听得一清二楚。我盯着白月光，心里暗暗盘算起来，若是想要继续变强薅系统羊毛，就得想办法帮他弄点妖丹了。哼，死银虫看什么看？不就是走了狗屎运晋级灵种了吗？真以为本宫会怕你不曾？要不是现在修为还没恢复，纷纷教你做蛇，先让你嚣张2天，等本宫把龙族秘法修炼大成，看我怎么把你踩在脚下狠狠摩擦。得，穿越了还得给傲娇女当牛做马，真是服了。我摇了摇头，无奈苦笑。不过吐槽归吐槽，我还是转身朝密林深处游去。没一会儿就进了林子深处，这里灵气浓郁的离谱，感觉呼吸的每一口都能长修为。我赶紧疯狂吸收起来，正吸得起劲，头顶突然传来一声尖锐鸟鸣。我急忙抬头一看，不料一只数米大的雕正收拢翅膀，跟利箭似的朝我俯冲下来。我瞬间绷紧神经，疯狂扭动身体，险之又险地躲过这一击。那只大鸟爪子跟金刚似的，狠狠地砸在我刚才趴着的巨石上，整块石头瞬间4分5裂碎屑，到处乱飞。看到这场面，我后脊梁骨直冒凉气。幸亏老子溜得快，不然现在碎成渣的就是我了。那大鸟一看没抓着，翅膀一震又飞上半空，在天上兜了个圈子，再次凶狠地扑下来。我二话不说，扭头就跑。这什么鬼品种，凶的跟我欠了他180万似的。叮！宿主偶遇2阶妖兽金翅大鹏，任务触发，将此妖丹赠送给白月光，就能领特殊奖励。我眼睛一下子亮了，但很快脸就垮成了苦瓜。奖励虽好，但这大雕光听名字就是蛇类的克星啊，硬刚肯定不行，只能智取。思考片刻后，我迅速游向地形复杂的树藤区。金翅大雕发出一声愤怒的尖叫，紧咬着我不放。接着它跟疯了一样俯冲攻击，我仗着身子灵活左躲右闪，好几次那爪子都擦着我的头皮划过。我也算是九死一生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蛇一鸟上演着追逐战，最后来到了树藤区域的边缘。这时候，金翅大雕又看准了机会，朝我发动了致命的俯冲，但这回我没着急躲。就在金翅大雕那张鸟脸快贴到我时，我突然一个急转弯，猛地侧身，它刹车不及，直接擦着我身子冲过去。因为速度太快，刹不住车，一头扎进了那堆千年老树藤里面，翅膀被藤蔓死死缠住，扑腾半天愣是飞不起来。嘿嘿，你这沙雕知道什么叫翻车了吧？我二话不说，直接发动龙威，一股恐怖的血脉威压瞬间笼罩全场。我慢悠悠地朝他爬过去，他估计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堂堂2阶妖兽会栽在这种阴沟里。他疯狂挣扎想要挣脱，结果越挣扎藤蔓缠得越紧，最后直接勒成个粽子，动弹不得。我张开大嘴对准他脖子就咬，在龙威出显的血脉压制下，他甚至无法反抗。紧接着我便一口直接把鸟头咬碎。恭喜宿主成功猎杀2阶妖兽金翅大鹏，奖励护心龙鳞1枚。话音刚落，一片古朴的龙鳞飘在我面前。龙鳞不是很大，但却异常坚硬。我想了想，决定把它融进7寸的位置，防的就是白月光，怕那天不小心就被他给阴了。毕竟这娘们天天惦记着要报仇。一声令下，龙鳞直接嵌进了身体，成了我最硬的保命底牌。我将金翅大雕的尸体从树藤上扯了下来，紧接着带着战利品原路返回。一路我东张西望，小心翼翼，生怕再蹦出几只金翅大雕的亲戚来找我算账。突然间，不远处涌来了一股极其浓郁的灵气，8成是有天才地宝要出世。想到这，我立马调转方向，顺着源头就摸了过去。越往前走，灵气越浓。几分钟后，眼前出现一潭碧绿的湖水，湖面上升腾起丝丝缕缕的白雾，让人如临仙境。我能明显感觉到那白雾就是实质化的灵气，灵气化液，这可是宗门圣地才有的配置啊！我操！老子这是捡到宝了！激动的差点原地起飞，结果这兴奋劲儿还没过，一股让人心肝颤的恐怖气息突然降临，心脏瞬间漏跳半拍，仿佛被人攥住，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死亡预警。我下意识的转身就跑，不料就在我逃离的瞬间，一道恐怖的水柱从湖中心喷射而出，伴随着一股毁灭般的气息向我涌来。那道水柱狠狠撞在远处的参天大树身上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只见那棵苍天大树瞬间倒塌。我回头瞄了一眼，冷汗刷就下来了，太险了，差点交代在这儿。随后没有任何停留，我拼了命的逃离了此处。这气息比那只金翅大鹏恐怖多了，让我连反抗的念头都不敢产生，一口气跑出去不知道多远，直到确认那股气息彻底消失，我才瘫在地上大口喘气。不行，现在还是太弱了，这地方藏着巨大的威胁，等老子以后牛逼了再来看看什么情况。调整好呼吸后，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溶洞。现在我满脑子就一件事，赶紧变强。我把叼着的金翅大鹏尸体往地上一摔，用尾巴拍了拍示意白
白月光赶紧趁热吃。他凑过来仔细打量着大鹏的尸体，眼中闪过深深的忌惮。虽然这鸟已经死透了，但尸体上残留的威压还是让他浑身不自在。这恐怕是一只2阶妖兽吧？听着白月光喃喃自语，我有些无语。我又用脑袋拱了拱大鹏尸体，再次示意他别墨迹，赶紧吃。他愣了一下，心里泛起嘀咕：这泥鳅是让本宫吃掉它吗？等等，这里面怎么还有妖力波动？莫非是妖丹？他反应过来，立马钻进血肉里翻找，熟练地掏出一颗泛着微光的妖丹。白月光彻底懵了，瞪大眼睛看着我。他实在想不通，一条连品阶都没有的凡蛇是怎么干掉2阶金翅大鹏的，而且居然把最珍贵的妖丹和猎物全让给他。他叼着妖丹，眼神复杂，迟迟不敢下嘴。我在旁边看得只想吐槽：你快吃呀！你不吃我怎么拿返还啊，大姐？系统奖励就指着你这张嘴呢，我在这伺候你容易吗？又给你送猎物，又给你送妖丹，结果你搁这儿给我表演犹豫。我故作冷漠地瞥了他一眼，假装满不在乎，扭头就走，回到老位置趴下闭眼休息。白月光弓着身子看我走远，这才放下心来，脖子一扬，把妖丹吞了。他边咽边琢磨，这泥鳅啥意思？他这么做无非就是2种可能，要么是自己不敢吃拿我试毒，要么就是压根不认识妖丹。管他呢，反正本宫现在急需这玩意儿修复伤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睁开眼，原本灰扑扑的鳞片重新泛起光泽，伤势终于全好了。他盯着我陷入沉思，难道这也没来办那种事啊？难度就是单纯想让我养伤，还是另有所图？肯定不是想当龙骑士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反正日久见妖心，以后就知道。我在远处听到这心声，忍不住冷哼，还日久见妖心？你倒是让我日啊！不对，现在让我日我都不日，等你化了形再说吧。正吐槽着，期待已久的提示音终于响了。丁，白月光服用妖丹激活100倍返还。丁，白月光对宿主好感度上升，目前好感度2。我心里那叫一个无奈，拼死拼活弄来的妖丹好感度就+1，这女帝戒备心也太强了。还没等我多想，体内气息突然跟火山喷发似的暴涨。丁，恭喜宿主晋升1阶妖兽。紧接着我体型蹭暴涨好几圈，鳞片又厚又硬，闪着寒光。我心中狂喜，1阶就这么猛啊，感觉浑身使不完的劲儿。这时脑海里突然传来一声惊呼：天啊，他怎么啪一会儿就成1阶了？白月光目瞪口呆看着我，现在他跟我一比，简直就是跟小蚯蚓。我嘴角上扬，心里美滋滋，小样，看哥不迷死你，有哥罩着你，日后还不原地起飞。结果我正得意着呢，他接下来的心声差点让我当场摔倒。变这么大，万一他要用强怎么办？本宫这小身板不得爆体而亡啊！白月光满脸忧愁，目光不自觉瞟向自己那条纤细的蛇尾。听到这番话后，我猛地立起身子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白月光。这 TM 说的是什么虎狼之词？这是一个高冷女帝能说出来的话吗？白月光不甘示弱地瞪回来，心里还在给自己打气，区区一条灵种也敢瞪本宫，活腻歪了吧？然而在巨大的体型差距下，他那点愤怒在我眼里就跟小奶猫炸毛似的，不仅没威慑力，反而有点可爱。我忍不住笑了，这女帝还挺有意思，有点期待她快点变成原形的样子了，到时候头上那对龙角抓着肯定带劲。嘿嘿，我脑子里已经开始跑马了，懒得再跟着傲娇母蛇大眼瞪小眼，接着趴下继续休息。果然是被本宫瞪怕了吧？见我主动撤退，白月光得意起来，但他又开始琢磨我到底怎么突然进阶的。可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，索性不想了，只当我可能是在外面捡到什么机缘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慢悠悠往洞外挪，出了洞口还故意放慢速度，怕走太快这刚恢复的小女帝跟不上。白月光见我出门立马跟上，但他毕竟刚痊愈，爬行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即便我没有全速前进，但依旧比他快出一大截。狗奴才，快等等本宫，等本宫重返巅峰，定要专门拴条绳子遛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卑。白月光气得直咬牙骂骂咧咧，我本来还想再放点水等等他，结果听到狗奴才还要遛我这俩词，火气蹭一下就上来了，得治治这妞，让他知道谁才是大爷。二话不说，我直接提速，眨眼间便把他甩出几百米远。白月光瞬间急眼，跑这么快干嘛？怕本宫分你宝贝吗？他更火了，拼命往前追，但任凭他怎么使劲，距离越拉越大，只能眼睁睁看我越游越远。最后他彻底泄气，委屈巴巴地停下，转身准备回溶洞继续苟着。就在这时，我出现在不远处一块高石上，居高临下俯视着他，甩了甩尾巴示意他上来。他瞪大双眼，满是不敢置信：你这是准本宫跟着了？我不耐烦的又甩尾巴，示意他别墨迹，赶紧的。他见状也不矫情了，立马爬上来，盘在我背上，一声算你识相。然后我带着白月光快速前行。不久后，我们便进入了密林之中。刚进入密林，我就将自身一阶妖兽的强横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。很快，这股挑衅般的气息便引起了其他一阶妖兽的注意。一道震耳欲聋的咆哮声猛地从远处传来，震耳欲聋的巨响像冲击波一样炸开。白月光吓得啊了一声，我没慌，全身皮肤绷紧，我的耳朵死死锁定了声音来源。马楼一道黑影抓着藤蔓荡过来，一阶妖兽的气息毫无保留。白月光还在惊叹这妖兽的实力，但我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。还没等这畜生落地，我弓起身子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主动扑杀。那马楼高垂着胸膛，满嘴腥臭，像座小山一样挥着铁拳砸来。他以为我是软柿子，不曾想我比他更快，瞬间躲过了拳头，然后顺势缠上他的粗臂，死死勒紧。死吧！我心中怒吼，身体像钢索一样在他身上缠了几圈，用尽全力绞杀。这畜生疼得仰天长啸，骨头被我勒得咔嚓作响，眼球都要爆出来了。几分钟后，他心跳停止，巨大的尸体像垃圾一样被我丢在地上。白月光表面稳如老狗，心里却早就炸了。这小子战力竟然这么强，都能做到同阶秒杀，不错，以后本宫准他给我擦血。我不屑地冷笑，还擦血？以后留着擦枪吧。我示意他去吃那马楼的妖丹。白月光一愣，心里又开始加戏，这泥鳅什么意思？刚才
才给了还要给，他是想骗本宫生孩子，还是当嫖资？我听得无语，这女人戏真多，要是知道我是条龙，指不定要在心里怎么编排我。我懒得废话，直接把马楼尸体勒爆分成几节，让他吞了妖丹。丁，白月光服用一阶妖丹，获得技能血炼之术。我看着自己光秃秃的蛇身，要这玩意儿有屁用？老子又不是吸血鬼，还是攒着吧。紧接着为了填饱白月光这无底洞，我又杀了一头花豹，2枚1阶妖丹下肚，系统竟然提示还要2阶妖丹才能让他进阶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也太败家了。白月光倒是得意，站在我头顶指点江山。不错，这泥鳅办事利索，赏他个狗腿子当当。我气乐了，老子拿你当干女儿养，你拿我当孙子，等着，等你化形了，老子早晚办了你。不知不觉我又游到了那处灵潭附近，上次没入品阶被打跑了，这次我也成了一阶妖兽，必须一雪前耻。白月光也馋这里的灵气，但我没空理他，直接游向深潭，想给那不知名的东西来个下马威。可刚靠近平静的水面，突然像沸水一样翻涌，一股恐怖的杀机瞬间锁定了我的脊背。不好，我头皮发麻，这感觉不对，我猛地掉头狂奔。也就是这一瞬间，一道水桶粗的水柱轰然砸在我刚才的位置，地面直接被轰出一个大坑。我一边跑一边回头，只见潭水中翻涌起巨大的浪花，一颗布满铁青色鳞片的狰狞头颅探出水面，那车轮大的树瞳死死盯着我，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。丁，遭遇3阶妖兽铁背龙鳞，卧槽，是即将化蛟的鲤鱼精！我吓得魂飞魄散，拼命扭动身躯逃窜，身后粗大的水柱夹杂着冰块接连砸下，每一击都把地面轰出大坑。砰，后背挨了一击狠的，剧痛钻心，鳞片都被砸裂了，但我根本不敢停，这要是慢一步真得变成蛇肉羹。一口气跑出几里地，我才瘫在地上喘粗气。白月光也吓懵了，回过神后，眼里的杀气都要溢出来了。该死的臭鲤鱼，刚才差点把本宫串成糖葫芦，这笔账老娘记下了，迟早把你炖了煲汤。白月光气得浑身发抖，堂堂女帝被一条鲤鱼精追着跑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她还怎么混？我听着她的心声，举双手双脚赞成，这仇必须报，最好是她出力。我坐享其成，刚才那一战太险了，3阶妖兽和1阶的差距简直是天堑，要不是跑得快，我现在已经是一条死蛇了。我缓了好半天才压下心里的恐惧，既然打不过那个更狠的，那就先挑软柿子捏。我带着白月光在密林里穿梭，专门寻找2阶妖兽，既然要报仇，就得先让他把实力提上来。轰隆轰隆，地面突然剧烈震颤，像是有千军万马在狂奔，这动静透着一股蛮横的压迫感，震得我骨头都在响。犀牛来得正好，刚才被鲤鱼精追着跑的火气正愁没处撒，白月光却瞬间绷紧身体，警惕地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。没多久，一头铁灰色鳞甲的巨兽撞断树木冲了出来，它体型跟座小山似的，鼻子上方长着一根近1米长的黑色独角，在阳光下闪着寒光，是铁甲蜥2阶妖兽。白月光惊呼一声，明显慌了。系统提示随之而来，宿主偶遇2阶妖兽铁甲蜥。白月光恰好缺1枚2阶妖丹突破，2阶又怎样？虽然我只是1阶，但这林子里树木茂密，他那体型冲不起来，这就是我的机会。我盘起蛇阵，上半身立起10几丈高，然后死死地盯着他。双方僵持不下，那铁甲蜥也不敢贸然冲锋，前蹄刨地喘着粗气。白月光这傻娘们竟然悄悄爬下去，想搞偷袭？开什么玩笑！不入品阶的小蛇去偷袭2阶妖兽，那是送死。这虎娘们！我暗骂一声，为了不让他白给，我只能率先发难。蛇身一缩一弹，瞬间窜上一棵大树。铁甲蜥被我的动作惊动，怒吼一声，低头撞了过来。轰！那棵大树被他连根拱起，拦腰折断。好恐怖的蛮力！但我速度更快，早已借力弹到另一棵树上。此时他就力已尽，心力未生。就是现在，我猛蹬树干，如离弦之箭般射向他的侧面，张开大嘴想咬住他的脖子，但这畜生反应极快，猛地甩头，那根独角狠狠刺了过来。我侧身躲过要害，但那粗壮的犀牛腿却实打实踢在我身上。砰！剧痛钻心，鳞片纷飞，血肉被踢烂一大块，露出了森森白骨。鲜血喷涌，瞬间染红地面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。铁甲蜥也不好受，他撞进树桩堆里，一时卡住，挣脱不开，眼中满是震惊。没想到我1阶妖兽敢这么玩命，老子都挂彩了，你必须得死！我借着冲势忍着剧痛，蛇身像钢索一样死死缠住了他的躯干，趁他还没从树桩里挣出来，尾巴蓄满全力，像鞭子一样狠狠抽在他眼睛上。啪！那眼睛瞬间血肉模糊，铁甲蜥疼得疯狂挣扎，粗壮的四肢乱蹬，踩的地面全是坑。给我去死！我疯狂收紧身体，勒得他肋骨咔咔作响，死死锁住他的喉咙。铁甲蜥拼命翻滚，后皮上的鳞甲刮得我血肉模糊，但我死都不松口，用尽全身力气绞杀。就在这时，白月光终于找到机会，冲上来对着他后腿根狠狠咬了一口。虽然伤害不高，但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几分钟后，铁甲蜥终于停止挣扎，眼球暴突窒息而亡。我瘫在地上大口喘气，浑身剧痛，腰腹那道伤口深可见骨。白月光看着我的伤，眼神变了，他没想到我为了帮他，竟然拼命到这个地步。我休息了一会，把犀牛的尸体卷了过来，示意他吃妖丹。他愣住了，拼命摆头，想把妖丹让给我疗伤。别墨迹，我心里烦躁，要不是他刚才想偷袭，我何至于为了抢节奏而受伤？推让半天，他终于含泪吞下了那枚2阶妖丹，心里发誓以后要100倍报答我。我也懒得解释，要是让他知道我是为了系统的100倍返现，估计得当场气死。丁，白月光服用2阶妖丹，触发100倍返现，恭喜宿主获得攀岩精通，垃圾技能。我暗骂一声，不过随着他开始突破，庞大的反馈妖力涌入我体内，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，气息也瞬间回到了巅峰。只是竟然还没突破2阶，
我这身体竟然也是个无底洞。正当我郁闷时，旁边的白月光突然不对劲了，他浑身气息狂暴，忽冷忽热，整条蛇都在颤抖，像是要走火入魔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猛地睁开眼，原本高冷的瞳孔此刻竟透着一股诡异的粉红色。他瞬间扑了上来，我活动了一下快要断掉的腰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不过这一波好像也不亏，毕竟系统刚才叮叮当当响个不停。但现在实在太累了，先睡一觉再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刺眼的阳光晃醒，睁开眼睛就看见白月光正缩在角落里，用尾巴死死捂着自己的脸，整个身体蜷成一团，鳞片都泛着诡异的粉红色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这妞醒了，而且看样子昨晚的记忆她也想起来了。我偷偷打量着她，心里暗笑，堂堂女帝现在这副模样倒是有点可爱。突然我发现不对劲，她身上的气息比昨天强大了不少，竟然直接突破到了2阶妖兽。看来那颗妖丹加上走火入魔的刺激，让她因祸得福了。就在这时，我体内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波动，系统冰冷的机械音在脑海中炸响。叮，检测到宿主与绑定对象发生深层次亲密接触，触发隐藏奖励，正在计算奖励倍数。恭喜宿主获得100倍暴击返还，直接从1阶巅峰跃升至2阶妖兽。叮，恭喜宿主觉醒被动技能魅惑抗性，可免疫一切精神类攻击和魅惑类法术。叮，恭喜宿主觉醒主动技能龙威，可释放龙族威压震慑低阶妖兽。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，我体内气息如同火山喷发般暴涨，鳞片变得更加厚重，闪烁着淡淡的金光，整个身体又粗壮了一圈。我握了握拳头，不对，应该说是握了握尾巴，感受到体内爆炸般的力量，心中狂喜。这就是2阶妖兽的实力吗？比之前强了10倍不止，而且这2个新技能简直是神技。魅惑抗性以后再也不怕被人精神控制了，龙威更是装逼打脸的必备神器。最关键的是，原来亲密接触还能触发隐藏奖励，那以后是不是可以？我赶紧摇了摇头，把这个危险的念头甩出脑海。不行不行，再想下去要出事。白月光似乎感应到了我气息的变化，尾巴露出一条缝，偷偷朝我这边瞄过来。然后我就看见他整个蛇都僵住了，那双冰冷的蛇眸中满是难以置信，他内心在疯狂咆哮，怎么可能？这条银虫怎么又变强了？昨天还是1阶，今天就到了2阶，而且这气息为什么让本宫都感到一丝压迫？难道真的是因为昨晚？他不敢再想下去，尾巴又把脸捂得更严实了。我听着他的心声，差点笑出声。这小妞现在估计已经怀疑人生了。我装作刚醒来的样子，缓缓抬起头看向他，用自认为最温柔的眼神关心着他的身体。话音刚落，我就看见白月光的鳞片又红了几分，他尾巴下面的脸已经烧得滚烫，内心在疯狂咒骂：这个得了便宜还卖乖的。昨晚明明是他被本宫，不对，是本宫主动啊！本宫不想活了。他越想越气，猛地抬起头瞪着我，那双蛇眸中满是羞愤，恨不得当场把我生吞活剥。休要假惺惺！他咬牙切齿，声音冰冷刺骨，但配上那浑身粉红的鳞片，毫无威慑力，反而有种莫名的可爱。我刚想再逗逗他，突然感应到他体内妖力开始剧烈波动，这是要动手的节奏。果然，他弓起身子，蛇性吞吐，显然是想趁我不备给我点教训。虽然他刚突破2阶，但我可是有系统加持的男人，根本不虚。我懒洋洋的趴着，甚至还有心情打了个哈欠。下一秒，我故意释放出一丝龙威。淡淡的威压瞬间笼罩整个溶洞，白月光刚蓄势待发的妖力像是被一盆冷水浇灭，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。那双蛇眸中满是惊骇，他内心在疯狂呐喊：这是什么威压？为什么会让本宫的灵魂都在颤抖？就算是龙族也不可能。不对，他额头那个肉角，难道他真的觉醒了龙族血脉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本宫才是正统龙族女帝，这泥鳅凭什么？我看着他的表情变化，心里爽翻了天。让你想偷袭哥，现在知道谁才是老大了。我收回龙威，继续用那种人畜无害的眼神看着他。他愣了好久才回过神来，但这次他看我的眼神变了，不再是单纯的羞愤和仇恨，而是多了一丝复杂和忌惮。他默默地又缩回角落，用尾巴把自己圈起来，但那双眼睛还是不时偷偷瞄我。这泥鳅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难道本宫真的成了他的顶物？算了，不想了，反正现在打不过，先苟着再说。就在这微妙的沉默中，突然洞外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兽吼，紧接着是激烈的打斗声和惨叫声，一股强大的气息正在快速逼近溶洞。我和白月光同时抬头看向洞口，他浑身鳞片竖起如临大敌，我也收起了懒散的表情，双眼死死盯着洞外。那股气息至少是2阶巅峰，而且来者不善，看来是刚才突破的气息引来了麻烦。我缓缓起身挡在白月光前面，他愣了一下，内心又开始了：这泥鳅什么意思？想保护本宫？谁稀罕？但他的身体却很诚实地往我身后缩了缩。洞外的吼声越来越近，地面都开始微微震颤，一场恶战即将来临。洞外的吼声越来越近，地面震颤的频率越来越高。我挡在白月光前面，双眼死死盯着洞口，他缩在我身后，尾巴却不安分地戳了戳我。这泥鳅真打算保护本宫？等会要是打不过，本宫可不会管你死活。我懒得搭理他的内心戏，因为洞口已经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影，那是一头2阶巅峰的铁背苍狼，体型足有10几丈长，浑身毛发如同钢针般竖起，一双幽绿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他张开血盆大口，腥臭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低沉的吼声在溶洞中回荡。小虫子，就是你突破了吗？这溶洞本座看上了，识相的滚出去！我还没说话，白月光就从我身后探出脑袋，蛇性吞吐，眼神冰冷，区区一头杂毛畜生也敢在本宫面前放肆？那苍狼愣了一下，随即发出刺耳的嘲笑，一条刚入2阶的小蛇也敢叫嚣？正好本座饿了，就拿你们当开胃菜。话音刚落，他猛地扑了上来，速度快的只在空中留下一道残影。白月光浑身绷紧，妖力瞬间运转到极致，准备迎战。我却懒洋洋的甩了甩尾巴，用尾巴把他往后拨了拨，让他往后退。
他愣了一下，内心又开始咆哮：这泥鳅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本宫？本宫堂堂龙族女帝，还用得着他保护？但他身体却很诚实，乖乖缩回了角落，一双蛇眸死死盯着战场，准备随时出手救援。苍狼的利爪已经拍到面前，带着撕裂空气的尖笑。我不闪不避，甚至还有心情打了个哈欠。这一爪结结实实拍在我7寸位置，碎石飞溅，地面都被砸出一个大坑。白月光吓得心脏都停了，完了，这泥鳅要死了。不对，他死了，本宫怎么办？然而烟尘散去，我依旧趴在那里，身上连个白印都没有，鳞片下隐隐有金光流转，那是护心龙鳞。苍狼愣住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爪子，怎么可能？我2阶巅峰全力一击，你一个刚突破的2阶，怎么可能毫发无伤？我慢悠悠抬起头，冲他咧嘴一笑，就这，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？苍狼眼中闪过惊恐，本能告诉他，眼前这条蛇不对劲。他转身想跑，但已经晚了。我张开嘴，体内的龙族血脉瞬间沸腾，一股炙热的火焰从喉咙深处喷涌而出。龙息术，赤金色的火焰如同洪流，瞬间追上苍狼。他身上的护体妖气像是纸糊的一般，直接被烧穿。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山林。苍狼在地上疯狂翻滚，想要扑灭身上的火焰，但那龙息岂是普通火焰？任凭他如何挣扎，火焰反而越烧越旺。我慢悠悠爬过去，看着他在地上打滚，心里那叫一个舒坦。让你装逼，现在知道谁才是爸爸了。苍狼绝望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哀求。我懒得废话，蛇尾猛地甩出，体内刚刚领悟的神龙摆尾瞬间爆发，砰！这一尾巴结结实实抽在他脑袋上，巨大的力量直接把10几丈长的狼躯抽飞出去，砸穿了10几棵大树，最后重重摔在地上，抽搐了2下，彻底没了气息。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从出手到结束连半炷香都不到。我甩了甩尾巴，慢悠悠爬向苍狼的尸体，用獠牙撕开他的腹部，叼出一颗拳头大的妖丹，上面还残留着温热的妖力。白月光在角落看得目瞪口呆，整条蛇都石化了，内心在疯狂咆哮：这还是那条只会强推本宫的萤虫吗？怎么睡了一觉就变得这么强？2阶巅峰在他手里跟玩一样，难道本宫的体质真有奇效？昨晚那啥之后，他就开挂了，他开始怀疑人生，怀疑自己这个龙族女帝是不是假的。我叼着妖丹爬到他面前，用头拱了拱他，他这才回过神来，下意识张开嘴，我把妖丹吐进他嘴里，他愣住了，含着妖丹呆呆地看着我，那双蛇眸中第一次出现了茫然。我甩了甩尾巴，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爬回原地趴下，心里却在暗笑：傻妞快吃啊，吃了哥才能拿返现。白月光含着妖丹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但这次他没怎么犹豫，咕咚一声把妖丹咽了下去。妖丹入腹，他体内气息开始剧烈波动，这是要突破的征兆。我趴在那里等着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果然下一秒，叮，检测到绑定对象服用2阶妖丹，触发100倍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强化，龙息术进化为龙岩弹，神龙摆尾进化为完整版。与此同时，一股庞大的反馈妖力涌入体内，我舒服的差点叫出声，这感觉太爽了，躺着都能变强。白月光消化完妖丹，气息稳定在2阶中期，他睁开眼看向我的眼神更加复杂了。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但最后只是哼了一声，算你懂事。我内心暗笑，这傲娇的小妞明明心里感动的要死，嘴上还不饶人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叮，检测到附近有微弱龙族气息，疑似上古遗迹，建议宿主前往探查。我猛地抬起头，龙族遗迹，那里面肯定有好东西，说不定能让白月光恢复记忆，或者让我再薅一波羊毛。我扭头看向白月光，他也正看着我，显然也感应到了那丝若有若无的气息。他眼神闪烁，内心又开始纠结，这气息好像是龙族的，本宫要去看看，但跟着这泥鳅去，万一他又想那啥怎么办？不过不去的话，万一错过机缘。我听着他的心声，差点笑出声，直接甩了甩尾巴，示意他爬上来。他愣了一下，犹豫片刻，还是乖乖爬到我背上，趴在我脑袋后面，嘴里还在嘀咕：本宫可不是想跟着你，只是顺路。我懒得戳穿他，带着他朝气息传来的方向游去。身后苍狼的尸体渐渐被山林吞噬，新的冒险才刚刚开始。我背着白月光在山林里快速穿梭，系统指引的方向越来越清晰，那丝龙族气息也越来越浓郁。白月光趴在我脑袋后面，他的蛇信不断吞吐，像是在品味空气中的味道。他的身体微微颤抖，这气息绝对是龙族无疑，而且年代久远到难以想象。若是上古某位先祖的遗迹，那本宫恢复修为就指日可待了。到时候第一个就把这条泥鳅炖了煲汤。我差点一个踉跄摔在地上，这妞到现在还惦记着炖我，良心真是被狗吃了。翻过2座山头，穿过一片迷雾笼罩的枯木林，眼前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山谷裂缝，裂缝两侧山壁光滑如镜，像是被什么利器生生劈开，缝隙深处漆黑一片，看不见底。那丝龙族气息就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。白月光激动的浑身鳞片都在颤抖，迫不及待从我背上滑下来就往里钻，我赶紧跟上，生怕这傻妞出什么意外。裂缝越往里越窄，两侧山壁上刻满了古老的花纹，那是龙族特有的符文在微微发光。走了大概1炷香的时间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出现了一座高达10丈的漆黑石门，石门上密密麻麻刻满了禁制符文，散发着若有若无的威压。白月光整个人都贴了上去，蛇信疯狂舔舐着石门，眼中满是痴迷和狂热，他迫不及待咬破舌尖，将精血滴在石门上。石门纹丝不动，毫无反应。他又滴了一滴，还是没反应。
他急了，一连滴了10几滴精血，那石门就跟死了一样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白月光整条蛇都僵住了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绝望。他疯狂地用脑袋撞门，用尾巴抽打，用獠牙撕咬，石门依旧岿然不动。我在旁边看着差点笑出声，这傻妞刚才还得意洋洋，现在彻底傻眼了吧？我慢悠悠爬过去，然后用尾巴把它轻轻拨到一边。他扭头瞪着我，眼中满是怒火和不甘，但我没理他。额头的小肉角开始微微发热发光，这是体内龙族血脉在躁动。我把脑袋凑近石门，用肉角轻轻碰了上去，轰！石门剧烈震颤，上面的禁制符文像是活过来一般疯狂流转。紧接着石门缓缓打开，一股苍凉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白月光整个人都石化了，呆呆地看着敞开的石门，又呆呆地看着我额头上发光的小肉角，内心在疯狂咆哮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那点杂血怎么可能比本宫还纯正？凭什么他能打开，本宫打不开？这石门一定是坏了，或者本宫是假的龙族。他彻底破防，整条蛇瘫在地上，眼神呆滞，鳞片都暗淡了几分。我内心暗笑，傻妞现在知道谁才是老大了吧？我甩了甩尾巴，示意他赶紧跟上。他这才回过神来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但还是跟着来了。一进内部是一条狭长的通道，比外面的裂缝还要窄，只能容纳一条蛇勉强通过。我让他走前面，他眼中闪过警惕，显然又在心里骂我没安好心，但他不敢违抗，只能硬着头皮往里爬。通道实在太窄了，我爬行的幅度稍微大一点，尾巴就会碰到他的尾巴。他浑身一僵，鳞片瞬间泛起羞涩的粉红色，内心疯狂咒骂我占他便宜。他加快了爬行速度，想甩开我，但这通道就这么窄，他快我也快，他慢我也慢，尾巴始终若有若无的碰在一起。他羞得浑身发烫，整条蛇都快冒烟了。我内心暗笑，这真不怪我，通道就这么点地方。不过它尾巴确实挺滑的，鳞片冰凉凉，摸着还挺舒服。它似乎感应到我的心思，猛地回头瞪我，那双蛇眸中满是羞愤，恨不得当场咬死我。但它最终还是忍住了，只是把尾巴紧紧蜷起来，缩在身下，生怕再被我碰到。通道越来越深，空气越来越潮湿阴冷，带着一股腐朽的气息，但那股龙威却越来越浓郁，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。白月光爬行的速度越来越慢，显然在拼命抵抗龙威。我倒是没什么感觉，体内的龙族血脉自动运转，把龙威化解于无形。又爬了不知多久，通道终于到了尽头，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地下溶洞，溶洞中央趴着一具庞大的骸骨，那是龙的骸骨，足有100丈之长，哪怕死了不知多少万年，依旧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。骸骨旁边一株通体金红的植物格外醒目，顶端接着一枚拳头大小的果实，散发着浓郁的灵气波动。白月光整个人都看呆了，眼中满是震撼和贪婪。就在这时，黑暗中突然亮起2道金光，那是一双巨大的眼睛，正死死盯着我们。吼！低沉的龙吟声在溶洞中回荡，震得整个山壁都在颤抖。白月光浑身僵硬，鳞片全部竖起，眼中满是惊恐。我挡在他前面，死死地盯着那双眼睛，体内的龙血在沸腾，肉角也微微发光。那具骸骨动了，巨大的头颅缓缓抬起，空洞的眼眶中燃烧着金色的火焰。那具庞大的龙骨缓缓抬起了头颅，龙魂苏醒，整个溶洞都在震颤，碎石从头顶簌簌落下。白月光浑身僵硬，鳞片全部炸开，眼中满是惊恐。他张嘴想说什么，却发现喉咙发不出任何声音，龙威如同实质般压下来。他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颤抖，身体不受控制的瘫软在地，拼尽全力才能勉强抬起头。我挡在他前面，体内的龙族血脉在疯狂运转，护心龙鳞散发出淡淡的金光，与那股龙威对抗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也感觉像是背着一座大山，每一动一寸都要耗费全身力气。龙魂居高临下俯视着我们，金色的火焰在眼眶中跳动，擅闯龙族尽地者死。低沉的声音在脑海中炸响，不通过耳朵直接震击灵魂。白月光脸色煞白，内心在绝望咆哮：完了，这是上古真龙的残魂，本宫全盛时期都不一定是对手，现在这种状态必死无疑。他看向我的背影，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这泥鳅虽然可恶，但死在这里也好，至少黄泉路上有个伴。我顾不上猜他的心思，因为龙魂已经动了。巨大的龙爪虚影从天而降，朝我们狠狠拍下。我猛地弹射出去，险之又险地躲开这一击。砰！地面被拍出一个深坑，碎石飞溅砸得我浑身生疼。我疯狂扭动身体，在溶洞中来回穿梭，利用那些石柱和骸骨作为掩护。龙魂的攻击接连不断，每一击都惊天动地，但速度却不够快，毕竟只是一缕残魂，反应终究慢了一些。我凭借灵活走位，一次次险象环生的躲过攻击。白月光瘫在原地，眼睁睁看着我在龙威下挣扎求存，内心震撼到无以复加。这泥鳅怎么还能动？本宫连抬头都困难，他居然还能跑这么快，他的血脉到底有多纯正？我顾不上得意，因为体力正在快速流逝，龙威的压制越来越强，再这样下去撑不了多久。就在这时，我眼角余光扫到龙骨旁边，那里生长着一株通体金红的植物，顶端接着一枚拳头大小的果实，散发着诱人的金光，灵气浓郁到几乎要滴出水来。我脑海中闪过系统之前的提示：龙元果，这是龙族至宝，服用后可大幅提升血脉纯度，增进修为。拼了！我猛地调转方向，不再躲避龙魂的攻击，而是直直朝那株龙元果冲去。龙魂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意图，愤怒的龙吟响彻整个溶洞，你找死！巨大的龙爪虚影再次凝聚，朝我狠狠拍来。
我拼尽全力扭动身体，龙爪擦着我的尾巴砸在地上，尾巴传来剧痛，鳞片纷飞，但我顾不上回头，死死盯着越来越近的龙元果。我不断靠近着，最后一刻我猛地弹射而起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将龙元果吞入腹中。轰！龙元果入腹的瞬间，一股狂暴到极致的能量在体内炸开，如同火山喷发，如同江河决堤。我整个身体都在剧烈颤抖，鳞片下血管暴起，金光从体内透射而出，剧烈的疼痛随之传来，像是每一块骨头都在被人生生碾碎，又像是每一滴血液都在燃烧。我仰天长啸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但紧接着嘶吼声变成了龙鸣，虽然稚嫩却带着纯正的龙威，体内的龙族血脉在疯狂沸腾，不断与龙元果的能量融合，修为也在不断突破，气息如同坐火箭般暴涨。2阶中期，2阶后期，2阶巅峰。砰！额头传来剧痛，那根小小的肉角开始生长，长到了半寸长，表面浮现出淡淡的金色纹路，整个身体也在膨胀，鳞片变得更加厚重坚硬，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。我真正具备了龙形，哪怕只是一条幼龙。龙魂的攻击停住了，那双金色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眼中的杀意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复杂的情绪。纯正血脉，如此纯正的龙族血脉，比我生前还要纯正。他喃喃自语，声音中带着震惊和难以置信。我趴在地上大口喘气，浑身冷汗直冒，但体内那股爆炸般的力量却让我兴奋到颤抖。这就是2阶巅峰吗？比之前强了何止10倍。白月光整个人都傻了，瘫在地上呆呆地看着我，内心已经彻底崩溃。这泥鳅吞了龙元果，他居然吞了龙元果，本宫都没舍得吃，不对，本宫根本没机会吃，他凭什么？凭什么好处全让这条泥鳅占了？本宫才是龙族女帝啊，本宫才是正统。他开始怀疑人生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假的女帝。我挣扎着爬起来，看向那具龙骨，龙魂还在盯着我，但已经没有了敌意。他沉默良久，缓缓开口：“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无名小卒，龙傲天。”龙魂点点头，眼中闪过赞许：“很好，你体内流淌着纯正的龙族血脉，比这数万年来我见过的任何龙族都纯正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数万年，这缕残魂竟然存在了这么久。我生前是龙族战将，战死于此，留下一缕残魂守护传承，等待有缘人。今天终于等到了。他抬起龙爪，虚影轻轻地点在我额头，完整的龙族战绩神龙摆尾，化作金光涌入脑海，无数画面在眼前闪过，那是真龙甩尾的场景，每一击都毁天灭地，每一式都蕴含大道之理。我沉浸其中，如痴如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龙魂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传承已给，我也该消散了。年轻人，好好活着，让龙族血脉重现荣光。”他看向白月光，眼中闪过意味深长。那丫头血脉虽稀薄，但身份不简单，好好待她。白月光浑身一震，眼中闪过复杂。龙魂说完，金色的火焰渐渐熄灭，庞大的龙骨崩溃，化作一地碎土，整个溶洞开始剧烈震颤，头顶的裂缝越来越大，碎石疯狂砸落，要塌了，快跑！我猛地冲向白月光，一口叼起他疯狂朝来时的通道冲去。他在我嘴里挣扎，尾巴乱甩，内心在疯狂咒骂：“泥鳅放开本宫，本宫自己会跑！”我拼尽全力冲刺，身后溶洞轰然塌陷，巨大的石块擦着尾巴砸下来，险象环生。最后一刻，我冲出裂缝，摔在外面的枯木林里，大口喘气。白月光滚了好几圈，狼狈不堪，爬起来时浑身沾满枯叶，动作但他看到我浑身伤痕累累，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。休息了好一会儿，我才爬起来，甩了甩尾巴，示意他跟上。返回溶洞的路比来时慢了许多，翻过2座山头，熟悉的溶洞出现在眼前，还没靠近我就察觉到不对劲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臭味，还有3股陌生的妖气交织在一起。溶洞门口3只通体火红的狐狸趴在那里，体型比普通狐狸大上数倍，浑身毛发如同燃烧的火焰。2阶妖兽赤炎狐一来就是3只，他们看到我们眼中闪过凶光，缓缓站起来，口中发出威胁的低吼，其中1只体型最大的爪子里还捏着那块熟悉的铁背苍狼皮毛。我瞬间明白这是来寻仇的，铁背苍狼跟他们有点关系，现在来找场子了。白月光从我背上滑下来，直接挡在我身前，浑身鳞片竖起，妖力疯狂运转。他回头瞪我一眼：“本宫可不是想保护你，只是这溶洞住习惯了，不想换地方。”我差点笑出声，这傲娇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？3只赤炎狐没给我们闲聊的时间，中间那只最大的仰天长啸，发出尖锐刺耳的嘶鸣。另外2只瞬间扑了上来，张开嘴喷出2道炙热的火焰，火焰如同2条火龙席卷而来，空气都被烧得扭曲变形。白月光不退反进，蛇身扭动，施展龙族秘法，一层淡淡的金光笼罩全身，直接迎上那2道火焰。砰！一声巨响后，火星四溅，他被震退数丈，身上鳞片焦黑，但硬生生扛了下来，死死缠住其中1只，另1只从侧面扑来想偷袭，他蛇尾猛地一甩，将其抽飞出去。以1敌2虽然吃力，但确实能拖住。我看着他拼命的样子，心里忽然有些异动，这妞嘴上不饶人，动起手来也毫不含糊。另外那只最大的赤炎狐见2个手下被缠住，绕过战局直接朝我扑来，张开嘴，一团炙热的火焰在口中凝聚。我懒洋洋抬起头，心里默默数着，火焰喷出的瞬间我动了，2阶巅峰的速度全力爆发，在原地留下1道残影，火焰穿过残影轰在身后巨石上，巨石瞬间炸裂，碎石飞溅，而我已出现在赤炎狐面前。他眼中闪过惊恐，想跑但晚了。
我张开嘴，龙炎弹在喉咙中凝聚，赤金色的火焰弹轰然射出，直接砸在他脸上，炸开漫天火光。赤炎狐被炸飞出去，在地上翻滚惨叫，火焰在他脸上燃烧，怎么扑都不灭。我慢悠悠爬过去，尾巴轻轻一甩，结束了他的痛苦。扭头看向另一边，白月光还在跟那2只赤炎狐缠斗，他身上又添了几处烧伤，鳞片焦黑，但眼神依旧凶狠，死死咬住一只的脖子不放，另一只在旁边疯狂攻击他，爪子在身上留下一道道血痕，但他就是不松口。这傻妞至于这么拼命吗？深吸一口气，体内龙血沸腾，尾巴猛地甩出完整版神龙摆尾，一道残影划破空气，狠狠抽在那只攻击他的赤炎狐身上。砰的一声，那只赤炎狐如同破布袋般飞出去，撞断3棵大树，瘫在地上抽搐2下，彻底没了气息。白月光愣了一下，嘴里咬着的那只趁机挣扎，被他反应过来，一口咬断了脖子。战斗结束，3只赤炎狐全部毙命。白月光瘫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浑身伤痕累累，烧伤抓伤到处都是，鳞片都暗淡无光，但他眼中却闪过兴奋。我看着他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，又好气又好笑，转身朝旁边的灌木丛爬去，用尾巴卷起几株泛着微光的草药，这是刚才路上看到的，疗伤效果极好。爬回他身边，他正用尾巴捂着脸，浑身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。我把草药放在他面前，用头拱了拱他，他抬起头看到那些草药，愣住了，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我用尾巴卷起草药，轻轻碾碎，把汁液敷在他烧伤的地方，他浑身一僵，鳞片瞬间泛起粉红色。他在给本宫上药，他的尾巴碰到本宫了，不行，本宫不能被他感动。但他认真起来的样子好像也没那么讨厌。我听着他的心声，手上却没停，把每一处伤口都仔细敷上草药。他趴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任由我摆布，但鳞片越来越红，最后整条蛇都像煮熟了。敷完最后一处伤口，我收回尾巴，趴在他旁边，累得不想动。他偷偷瞄我一眼，又飞快移开目光。他好像真的在关心本宫，要不以后炖他的时候少炖2分钟。我听到这话，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天空突然划过一道流光，如同一道流星直奔我们而来。我猛地抬起头，警惕地盯着。白月光也顾不上害羞，浑身绷紧，流光越来越近，最后悬停在溶洞上空。那是一道传令符，散发着淡淡的威压。传令符炸开，化作一行金色大字：万妖岭盛会3日后开启，特邀各路妖兽前往上古战场，先到先得，机缘无数。大字在空中停留片刻，缓缓消散。我眼睛一亮，万妖岭盛会终于来了。白月光也眼中闪过激动，上古战场说不定能让本宫恢复修为。我俩对视一眼，难得默契的想到一起，这盛会必须去。3日后盛会开启，我带着白月光踏上征程。他趴在我背上，烧伤还没完全好，但已经不影响行动。万妖岭盛会，上古战场，化形机缘，本宫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，不能永远被这泥鳅压着。我懒得搭理他的内心戏。一路朝万妖岭方向游去，山林越来越密，遇到的妖兽也越来越多，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赶路，显然都是去参加盛会的。穿过一片茂密的丛林，前方传来嘈杂的声音，夹杂着几声惨叫。我竖起脑袋望去，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，几只一阶妖兽正围着一个娇小的身影，那是几只山猫和野狗，体型不大，但数量不少，嘴里发出凶狠的嘶吼。被围住的那个身影蜷缩在角落，浑身瑟瑟发抖，隐约能看到2只毛茸茸的耳朵竖在头顶，还有一条蓬松的大尾巴紧紧裹着自己。白月光也看到了，眼中闪过不屑。低阶妖兽打架有什么好看的？绕路走。我没理他，慢悠悠地朝那边爬去。这泥鳅又要多管闲事。走近了才看清，被围住的是个狐族少女。说少女是因为她化形不完全，身体已经有人形轮廓，但还覆盖着浅黄色的绒毛，身后拖着一条蓬松的大尾巴，头顶2只毛茸茸的狐耳不停抖动，一张小脸满是惊恐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那几只一阶妖兽正步步紧逼，嘴里发出猥琐的笑声。小狐狸别跑了，乖乖跟大爷们走，细皮嫩肉的肯定很香。小狐狸吓得浑身发抖，声音都带着哭腔，不要过来，我不好吃。那几只妖兽哈哈大笑，一只山猫伸出爪子就要去抓它。我懒洋洋地释放出一丝龙威，淡淡的威压瞬间笼罩全场。那几只妖兽浑身一僵，像是被雷劈中，直接瘫软在地，大小便失禁，空气弥漫着骚臭味。他们惊恐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恐惧，转身就跑，连滚带爬消失在丛林里。小狐狸愣住了，呆呆地看着我，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慢慢亮起了小星星。他猛地扑过来，一把抱住我的脖子，整张脸在我鳞片上蹭来蹭去。恩公恩公，你好厉害！小狸差点就被吃掉了，谢谢恩公救命之恩。小狸愿意做牛做马报答恩公。白月光在我背上差点被甩下来，他稳住身形后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整条蛇都不好了。这骚狐狸贴这么近干什么？放开本宫的狗奴才！不对，这泥鳅什么时候成狗奴才了？本宫为什么要在意？但他身体很诚实，直接从背上滑下来，盘在我脖子上，对着小狐狸嘶嘶吐信子。那双蛇眸中满是警惕和敌意。小狐狸吓了一跳，躲到我身后，只露出半个脑袋，委屈巴巴地看着白月光。这条蛇好凶，恩公他是不是不喜欢小狸？白月光气得鳞片都竖起来了。这骚狐狸装什么可怜？本宫凶，本宫没一口吞了你就算客气了。我一个头2个大，这才刚见面就掐起来了，以后还得了。我甩了甩尾巴，示意白月光别闹，又扭头看向小狐狸，他这才破涕为笑，一双星星眼望着我。恩公恩公，你要去哪里？带上小狸好不好？小狸很乖的，会给恩公讲很多有趣的事。白月光内心冷笑，有趣的事，怕是不正经的事吧？但他只是死死盯着小狐狸，那眼神跟刀子似的。小狐狸却浑然不觉，自顾自地爬到我背上，挨着白月光坐下，还热情地打招呼：蛇姐姐你好，我叫胡小狸，以后请多关照。谁是你姐姐？谁要关照你？离本宫远点。他把头扭到一边。
小狐狸也不在意，叽叽喳喳开始讲起万妖岭的事。恩公，你知道吗？万妖岭这次盛会可热闹了，听说上古战场里面有好多宝贝，还有化形果，吃了就能彻底化成人形。小黎做梦都想化形，就不用被族人赶出来了。说着说着，他眼神暗淡下来。小黎是狐族旁支，血脉不纯，被赶出族群，一个人流浪了好久，但很快他又满血复活。不过现在遇到恩公了，恩公一定会保护小黎的，对不对？他眨巴着大眼睛望着我，眼中满是期待。我点点头，他立刻眉开眼笑，尾巴摇得跟风车似的。白月光在旁边看得直翻白眼，这骚狐狸倒是会抱大腿。一路上小狐狸嘴就没停过，讲万妖岭有几座山头，哪个妖王最厉害，哪家的小妖最讨厌。讲到兴奋处，那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就蹭到我身上，软软的暖暖的，还挺舒服。白月光每次看到都要炸毛，直接盘到我脖子上，把我和小狐狸隔开。小狐狸也不恼，笑嘻嘻的往另一边凑，时不时还用尾巴撩我一下。白月光忍无可忍，张嘴就要咬它尾巴，小狐狸吓得缩到我身后，委屈巴巴的。恩公，蛇姐姐又欺负我。我一个头两个大，这哪是赶路，简直是受罪。好不容易穿过最后一片山林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座巍峨的山峰拔地而起，直插云霄。山脚下聚集了密密麻麻的妖兽，从1阶到2阶都有，甚至能感应到几股强大的气息，至少是3阶。小狐狸兴奋地指着山门，恩公，那就是万妖岭，好气派。小黎第一次来，白月光也抬头望去，眼中闪过复杂。前世本宫统领龙族10万水军，区万妖岭连给本宫提鞋都不配，如今却要来这里求机缘，真是虎落平阳。我刚要抬脚进山，突然一股强大的敌意锁定了我，冰冷阴毒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。我浑身鳞片本能竖起，抬头望去，山门一侧一块巨大的青石上盘踞着一条通体漆黑的巨蛟，它足有30丈长，浑身鳞片闪烁着幽冷的光泽，头顶鼓起2个大包，那是即将化龙的征兆。3阶巅峰黑水玄蛟，它那双阴冷的树瞳死死盯着我，准确的说是盯着我额头上那半寸长的肉角，眼中满是贪婪和忌惮，还有一丝隐藏极深的恐惧。小狐狸吓得浑身发抖，躲到我身后，声音都变了。恩公，那是万妖岭2当家黑水玄蛟大人，他很凶的。小黎怕。白月光也绷紧了身体，妖力全开，死死盯着那条黑蛟，内心在疯狂示警。这畜生这是盯上小泥鳅了，恐怕是对他的龙角有想法。我眯起眼睛与那条黑蛟对视，没有退缩，没有畏惧，只是淡淡的看着他。他眼中闪过惊讶，显然没想到一条2阶巅峰的小蛇敢跟他3阶巅峰对视。他缓缓从巨石上立起，居高临下俯视着我，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蝼蚁。周围的妖兽察觉到气氛不对，纷纷让开，生怕被波及。一时间山门前安静的可怕，只有风呼啸而过。黑蛟缓缓开口，声音阴冷刺骨，有意思，一个小小的2阶也敢来万妖岭撒野。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我额头的肉角上，眼中贪婪更盛。那东西本座很喜欢，交出来，饶你一命。黑水玄蛟的声音阴冷刺骨，周围妖兽倒吸一口凉气，这是要在山门前直接动手。白月光浑身鳞片竖起，妖力疯狂运转，死死盯着那条黑蛟，内心在疯狂盘算着如何应对。小狐狸吓得躲在我身后，尾巴紧紧缠住我的身体，瑟瑟发抖，但他还是鼓起勇气探出脑袋，冲着黑蛟龇牙表达不满。我懒洋洋地趴着，甚至还有心情打了个哈欠，然后缓缓抬起头与他对视，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想拿就自己来取。我的态度让所有妖兽愣住了，一个小小的2阶敢这样对他。黑蛟眼中闪过怒意，但更多的是忌惮，他不傻敢这么嚣张，要么有底牌。气氛僵持了足足10息，黑蛟冷哼一声，缩回巨石上。盛会期间不与你计较，等进了上古战场再说。周围妖兽一片哗然，2当家居然怂了。小狐狸眼睛更亮了，白月光也松了口气，内心更复杂了。盛会正式开始，山脚下巨大的战场拔地而起，所有2阶妖兽都有资格上台挑战，各路妖兽纷纷上台捉对厮杀。我没急着上台，趴在一旁懒洋洋看着。小狐狸坐在身边叽叽喳喳讲解，白月光盘在我脖子上一言不发，但那双蛇眸死死盯着黑蛟的方向。黑蛟也在看我，目光阴冷。他招来几个2阶巅峰妖兽，低声吩咐。那几个妖兽看向我的目光充满恶意。果然，第1轮挑战刚结束，一只2阶巅峰暴熊跳上台，浑身肌肉虬结，站起来足有10丈高。他环视四周，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语气中满是挑衅，让我上台一战。周围妖兽一片哄笑，等着看热闹。白月光眼神一冷，就要起身，我用尾巴按住他，懒洋洋爬上台。暴熊咧嘴一笑，露出满口獠牙。我懒得废话，朝他勾了勾尾巴。暴熊怒了，咆哮着扑上来，巨大的熊掌带着呼啸风声拍下，我不闪不避，任由他拍在身上。砰巨响震得周围妖兽耳朵嗡嗡作响，烟尘散去，我依旧趴在那里，身上连个白印都没有。暴熊愣住了，难以置信看着自己熊掌。我甩了甩尾巴，然后动了，蛇尾随意一抽，啪，这一尾巴抽在暴熊脸上。他庞大身体直接飞了出去，砸穿护栏，摔进妖兽堆里，昏死过去。全场死机，一招秒杀2阶巅峰。白月光内心狂喜，激动的浑身发抖。小狐狸疯狂摇尾巴，满眼小星星。黑蛟脸色阴沉，又派了第2个，一只2阶巅峰金翅雕，速度快如闪电。它盘旋空中，俯冲而下，直取我7寸。我依旧不闪不避，等它飞到面前，蛇尾又是一抽，啪，金翅雕直接被抽晕，摔在地上抽搐。全场哗然，又是一招秒杀。黑蛟脸色铁青，又派第3个、第4个、第5个，上来1个我抽1个，上来2个我抽1双。从头到尾没用过一次技能，纯靠肉身力量碾
碾压一切。不到1炷香时间，台上躺了一地，全都是被我抽晕的2阶巅峰。全场妖兽看我的眼神全变了，从轻蔑变成了敬畏，变成了恐惧。白月光激动的内心疯狂咆哮，小狐狸直接晕了，满眼都是小星星。黑蛟终于坐不住了，他猛地立起30丈身躯，如同擎天之柱，3阶巅峰气息毫无保留释放，威压如同实质般笼罩全场，所有妖兽瑟瑟发抖，趴在地上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眼中满是杀意，接着缓缓地爬上台，全场死寂，没人敢出声。3阶巅峰对2阶巅峰是碾压，白月光脸色煞白，就要冲上来，我用眼神制止了他，然后抬起头，与黑蛟对视，眼神毫无畏惧。他冷笑释放龙威，想用血脉压制，那股威压如同大山般压下来，周围妖兽直接被压趴一片。我体内龙血沸腾，护心龙鳞爆发金光，然后仰天长啸，发出一声龙吟，虽然稚嫩但纯正无比，带着来自灵魂深处的威压，瞬间冲散黑蛟的龙威，甚至反过来压在他身上。黑蛟脸色巨变，身体不受控制颤抖，眼中满是惊恐。不可能，这是纯正龙威，你怎么可能有？全场死寂，所有妖兽都感受到了，那是血脉的差距，生命的层次。白月光内心狂喜，激动到浑身发抖。小狐狸直接晕了，脸上还带着傻笑。黑蛟脸色铁青，又惊又怒，他死死盯着我，眼中杀意几乎溢出，但身体却不受控制，微微颤抖，那是血脉压制他，压制不住。他咆哮一声，强行稳住身形，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动手。我也弓起身体准备迎战，气氛紧张到极点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苍老声音从深处传出：“够了！”声音不大，却如雷霆在脑海炸响。所有妖兽都愣住了。黑蛟脸色一变，身体僵住。万妖岭深处，一只巨大身影缓步走出，那是一只朱燕，白手赤足，身高100丈，气息深不可测，至少4阶以上。他一步步走来，每一步踩在心尖上。所有妖兽都低下头，不敢直视。黑蛟也低下头，声音恭敬：“大当家来了。”朱燕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目光落在我身上，那双沧桑的眼中闪过一抹异色。朱燕盯着我看了良久，没有出声，周围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一般，所有妖兽都屏住呼吸，等待下文。终于，朱燕平和地邀请我借一步说话。黑蛟愣住了，眼中满是不甘，周围妖兽也都惊呆了。大当家居然对一条2阶小蛇这么客气。我点点头，跟着朱燕走向深处，身后传来白月光和小狐狸焦急的目光，还有黑蛟那快要喷火的双眼。深入万妖岭腹地，来到一座石殿前，朱燕停下脚步，转身看向我，眼中满是赞许和欣赏，夸我小小年纪血脉如此纯正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。他顿了顿，提起黑蛟心胸狭隘，肯定会继续找我麻烦，但他看好我的潜力。说完，取出一株通体赤红的灵果，上面布满玄妙纹路，散发着浓郁灵气，那是朱果，可以淬炼肉身，提纯血脉，赠予我作为赔礼。我接过朱果，感受到其中磅礴能量，心中大喜，连忙道谢，紧接着身形一闪，消失不见。我回到山脚下，白月光和小狐狸立刻围上来，眼中满是担忧和好奇。我把朱果拿出来给他们看，两女眼睛都亮了，认出这是传说中的圣品。我二话不说，把朱果分成2半，递给他们1人1半。白月光愣住了，眼中闪过复杂，内心又开始疯狂加细琢磨我的意图。小狐狸可没想那么多，直接扑上来抱住我，满眼都是小星星。白月光脸一黑，一把拉开小狐狸，自己盘在我脖子上宣示主权。小狐狸不甘示弱，躲到我身后探头探脑，两女就这样隔着我对峙起来。我一个头2个大，但又莫名暗爽。服下朱果后，两女体内气息开始波动。白月光顺利突破到2阶巅峰，小狐狸也到了1阶巅峰，实力大增。他们睁开眼看向我的眼神更加复杂。小狐狸按捺不住凑到我面前，脸蛋红扑扑，眼中满是认真，大胆表白想要以身相许，跟着我一辈子。白月光一听瞬间炸毛，整条蛇都竖起来，鳞片泛着危险的光，当场宣布我是他的所有物不容侵犯。小狐狸也不怕了，挺起小胸脯据理力争。两女越吵越凶，引来周围妖兽纷纷侧目。我头大如斗，但内心却暗爽不已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奇人之福吗？夜幕降临，月光洒在山林间，白月光难得主动靠过来，盘在我身边，尾巴不经意地碰了碰我，带着试探。月光下那双蛇眸中第一次出现紧张忐忑，哪还有半点龙族女帝的威严和高冷。我看着难得露出小女儿姿态的她，非常积极的摆尾回应。她愣住了，然后鳞片瞬间泛红发烫，尾巴狠狠抽了我一下，表达不满，但身体却诚实的又靠近了几分。月光下2条蛇的身影渐渐交缠在一起，远处小狐狸躲在树后看着这一幕，气得直跺脚，暗暗发誓早晚抢回恩公。万妖岭盛会圆满落幕，我也要享受当下温柔了。